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那这节课呢，想和大家分享一朵包菜式花头的画法，粉色包菜式花头啊。那么这个花头的调色呢，在图片上有文字显示，大家可以按照图片上准备颜色。那我们现在要确定，我们花头呢画多大啊？先在纸上画一个圆，大概22公分左右，然后我们把位置确定好。我们可以先用手指上面穿个圈吧，有的同学一搞就画大了，所以穿个圈比较有用。画的时候在圈内画啊。我们笔上呢先调了太白水啊，然后调玫瑰红，调曙红，调胭脂。我们第一笔呢画出定位花瓣啊，从左往右推，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花瓣呢方向确定出来，然后在下面画侧瓣，从左往右推，也可以带一点点的滚笔吧。那推这种侧瓣呢，大的小的相互组合啊。你也可以用其他的颜色，就是画这个粉色花头可以用很多颜色，看自己喜欢哪一种啊。那这一块呢画定位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很多花瓣去组合成一个定位花瓣，也是可以的啊。你看花头想要往哪个方向走，那你的定位花瓣还有这些加的复合花瓣一起组成了一个整的花瓣，那整的花瓣的朝向也是要往那个方向一起走啊。所以很多同学呢花瓣不知道往哪里走，所以你要根据花头的趋势来啊。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胭脂，调出这个深一点的颜色，画出里面的这个正瓣啊。因为这个花瓣上面像一个碗往上立起来，那这个花瓣空隙之间肯定是有正瓣，在我们看得见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深一点的颜色啊，调一点胭脂，把这个正瓣画出来啊。加点玫瑰红啊，多调一会儿，尽量调干一点吧，因为这个纸比较薄。如果你的纸厚呢，你可以加一点清水，让它调得非常滋润啊。还是要调均匀，这个颜色调均匀，画起来才漂亮。玫瑰红调完了，调这个曙红啊，然后笔尖呢可以调胭脂，现在用不到啊。
这个细节的地方，笔尖要特别尖，调一点这个胭脂。我们把这个正半画出来，这个正半呢非常小，它这个方向是朝着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画的又小，也要画出它的这个层次来啊。我们可以在下面再加一层，笔尖还是要调一点胭脂啊。这一半画大一点，可以画大一点啊。笔尖多调一点颜色，笔尖加笔肚上调点三青，再调玫瑰红，这样会有一个浅浅的这个紫色、紫红色，这样玫瑰红就有过渡啊。然后呢，笔尖再调点这个曙红，再调胭脂啊，就是一点点，笔尖上调一丁点就足够了。我们在这画一个外围的花瓣啊，左边通常有点不顺手。我们从左往右推出一个大瓣，你看这个颜色就有点偏三青色，就跟其他的颜色不一样，所以呢，这个瓣看起来从这个色度就往后走。所以一般要想追求变化，就是要从颜色上下手。然后我们再调一点这个曙红，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胭脂啊，再画前面也要画一个大瓣，画一个比较大一点，是往下走的啊，上面往上包，像一个碗，下面像一个盘子，往下走。
我们现在笔尖呢调一点胭脂，把花心切出来啊，笔尖要尖一点，这个颜色要深一点。我们沿着外边缘切出外围的花瓣，然后里边呢直接用胭脂去填充就可以啊。好多同学这一步不敢填，其实你直接填没关系的，因为这个花心我们最终是要画这个花蕊的，所以呢花心胭脂越深，能衬托出这个黄色的花蕊呢就越亮啊。所以呢大胆的涂就可以了。涂的时候就是注意笔尖要尽量的干一点，颜色深一点，不要涂到外面去就可以。你看这样呢，一朵花就画出来了啊。
用提头笔蘸墨，分出阴阳面儿，然后画出这个老枝干啊。画老枝干的时候呢，要多顿笔啊，水分不能太大，宁可干一点，也不要水分大。左右顿笔啊，要表现出那种浓淡干枯都要有的。用笔尽量干一点，用这个尖呢，我们勾出这个枝干的轮廓线，稍微勾一点点就够了。主要表现出这个枝干的这种沧桑有力的这种感觉啊。笔尖尽量尖一点，尽量要干枯一点啊，慢慢的挑。像画枝干还是比较难的，我们课程里面有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。细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点一些这个胎点，点一些墨点也可以啊。然后我们看看哪里适合再穿插一根，一般一个主一个次一个辅的。就是2根，就是这个枝干与枝干之间多少还是要有一点穿插啊，有点穿插显得比较好看一点，要不然一直太单调了。小枝也要加上啊，小枝可以在画面增加一点气氛。有时候万一哪一枝我们需要加一个小花苞呢，或者是加一点叶子，这个小枝干就起到作用了啊。一般会买一下伏笔啊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枝出去了啊，这个在录的时候没看到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那边只有一根啊，一根和这根呈 V 字形，那根你可以自由自己发挥啊。画枝干呢，主要是体现出它这个花头的重心和姿态，这方面呢稳住啊，重心在哪里，枝干在哪里，一定要想好。我们这个出枝呢在左边哈，这个构图呢就是一个C 字形构图，或者是三角形构图，横向的三角形啊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你们在画的时候呢，各种构图都试一试，并且一定要把它记住。以后画的时候呢，就是该知道怎么构图了啊。我们现在用墨来勾叶筋，浓墨就可以啊，用一支小一点的小楷笔啊，或者是积具笔啊，或者平时那种勾线笔都可以。我们蘸一点浓墨，勾这个叶筋啊。勾叶筋的时候呢，顺着这个叶片的趋势来勾。要有节奏的勾啊，速度尽可能的快一点。如果做不到快呢，我们平时拿个废纸多练一练啊，笔上的手上的功夫还是要加强的。我们这个叶子是侧的咱勾侧的，正的咱勾正的啊。勾完之后呢，这个画面这个叶子立体感稍微强一点啊。这种墨呢也好看，墨色更能衬出这个花头的漂亮。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用墨色来画这个叶子的啊，后面我们可以多尝试一下。一般我喜欢用这个蓝色或者是墨绿色来勾，因为喜欢那个亮色，不喜欢太黑的东西。如果大家也不喜欢，也可以用啊，可以用墨绿色、墨蓝色都可以。那这个叶筋勾的时候迅速一点啊，一般等这个叶子8分干的时候再去勾就可以。太湿了不行，太湿了虚的太厉害了，而且这个叶子呢衔接的不太好，所以不要等太湿，8分干7、8分干的时候，你手上一摸就知道，感觉不是特别凉，
那说明它已经干的差不多，那个时候你再勾啊。那我们现在拿这个3绿调藤黄，加珠标加胭脂啊，我们勾出这个嫩芽，这个又没有看到，录的时候又没有看到，不过这个是很小的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勾就行。勾这个嫩芽，勾嫩芽呢，就是笔尖是要调点珠标啊，珠标和胭脂的都要调一下。这个在基础课程都讲过哈，这一步大家应该问题不大。就是要画的时候啊，要学会怎么样去构图，怎么样去画这个花头、叶子、枝干，这些是重点啊。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来一个小嫩芽，小嫩芽上面也有个叶子，那这个叶子稍微开了一点，打开了，那这个也可以有啊。这个通常呢，在老叶子和嫩叶子、老枝干、嫩枝干衔接的地方，一般会来2个。如果对这个牡丹的这个枝干观察的仔细的同学，应该就看到了。这个呢，一般是很小一支啊。就是如果画面感觉到有点空洞，或者是想要增添点东西呢，增添点生机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加这个小嫩芽、小嫩叶啊。这个加多少？就左边左右各加1支就够了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再看看啊，再看看哪一些地方需要补充的。我们加点3绿，来把花心点出来啊，点出一个小梅花一样，点出5个点。那这5个点就是雌蕊啊，雌蕊用3绿，没有3绿也可以用3青哈，这几个颜色都可以。我们可以用笔啊，一支干净的笔，中号的啊，直接调，不要加水，直接调。调完了之后上去点，点的时候先点中间一个点，然后左右，然后在前面，这样点出来呢，透视效果很好，不会出现透视错误啊。那这个一般就点5个小瓣就可以啊。然后用一支小一点的笔，调点胭脂。我们把这个雌蕊的花心呢装饰一下，画5个小线条啊，这样就会更有立体感一点吧。现在我们准备画花蕊啊，这个花蕊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藤黄加太白，然后加一点清水，专门装在一个化妆品的盒子里啊，然后搅匀之后尽量浓一点啊。这个藤黄是2，太白是1吧，然后水加一点点，然后把它搅匀。每次用的时候打开盖直接用就可以。我们在花心雌蕊画5个小线条啊。现在呢，用一支小一点的笔，藤黄，我们画出这个花蕊。花蕊分5组啊，我们先从左右两边开始。左边就等于左括号，右边呢右括号，左边和右边是相对的啊。这样画呢，你能确定花蕊的直径，这样你画的时候透视效果很好，而且不会出错。不论哪个姿态的，用这个方法全部能画出来。一般我们同学画画就会感觉不大对，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啊。因为这样画你的透视是对的，只要透视对的，你的花蕊一组大一组小，哪怕画的不好看，它也是对的。所以分组画就比较好。那么每一组画成一个扇形，有内扣的和外翻的2种形式。每组之间不能留有空隙，如果有一点点空隙呢，你可以画一个小的花蕊去带一下啊。然后我们这个花丝就不用画了，花丝我们直接用花蕊带出来的拖出来的线。这个呢画到这里就基本上画完了啊。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在下面多练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群里咨询啊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节课再见啊，拜拜。